各位学员好，今天是由我许家华律师来为各位讲一个主题，是有关于制裁案件的审理流程跟修法分享啦。那因为制裁案件审理法其实主要是处理专利、商标、著作、营业秘密，还有像植物品种这一些跟 intellectual property 智慧财产权有关的这个法令，那它的处理流程，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处理流程啦。那因为流程这个部分其实会涉及到112年新修正的这个制裁案件审理法，那这个审理法部分，里面有一些制度的变动，可是据我最近有在跟一些朋友讨论那个新的制度，那个新的制度的部分其实还没有太多的案例，所以我还是以既有的流程，然后修法有增加哪些变动，去跟各位做一个介绍。所以我现在讲的还是以现行，就是修法前的状况一路延续到现在，因为新法毕竟刚修正，大家都还在摸索中嘛，所以这个制裁案件审理法这个部分会在后面会有提到。那各位那个观众在那个报名的时候有写说期待可以学习到主题内容跟问题，我到后面就是讲完以后，因为我们这个课是1个小时嘛，那就看一下说后面这个部分，就是有没有带到啊？如果没有带到的话，我们再那个，我们再看看怎么样再回应啦。好，先看看那个这个主题。那这是我们的联络方式跟一些学经历的部分。那关于这个普泰制裁，我们是做专利、商标、著作这些部分都有嘛。那还有一个特色是植物品种权。那植物品种权是我们算是台湾还不太有起步的一个领域。那因为我们有生物背景，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一块我们应该是可以再多做琢磨。那给各位做个简单的介绍。那这个制裁案件审理法，它有一个相关的立法目的啦。那我不确定这一次大家的那个参与人，有一部分是专利工程师，有一部分是像制裁分析师、管理师。那我先跟各位说，应该大部分都是要做智慧财产权的权利维护嘛，所以各位一开始应该都会先考虑说，我们是一个跟那个对方是不是一个有合作关系底下所产生的纠纷，还是其实是素不相识，然后他可能去仿冒了贵公司的产品或服务，然后你才会注意到他嘛。那其实一般来讲，我们有合约的时候都会偏好先主张合约，因为合约里面通常会有定一些特别的赔偿或是可归责于对方的违约条款。可是如果当你今天什么都没有定合约的关系之下，可能就是一个第三人的那种侵害发生，你还是会寻找一些解决方式嘛。那依照各位在处理一个案件的时候，还是会考虑到维权的那个成本问题嘛，维护权利的那个成本问题嘛。那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习惯就是说，先跟当事人讨论一下，你这个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那有没有一些客观的证据可以支持你主观的想法？我之所以说主观，是因为每个被委托的律师都会听一段当事人所陈述的他主观认知的事实啊。可是因为我们要去说服法院法官，那考虑到那个法院法官的就是专业程度，所以才会有智慧财产案件这个相关的流程跟法令嘛。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想说，你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比如说前阵子有人在想要跟一些主管机关的公协会部门想要去做一些制裁的授权，想要看看有没有谈合作。他一开始是委托我们要发律师函，我说通常会发律师函是一个就是对方可能对于你一般的就是和谈或是一些呼吁商谈都没有机会的时候，才会去发那个律师函去促请对方去做一些履行啊。不然通常就是先发 email 嘛，寻找一下那个窗口或是主管的那个联系方式，然后再从那个联系方式会谈，看看有没有一些共同合作的可能性。好，通常一般是用这种方式去做啦。那直接发律师函并没有不行啊，只是说对于那个相对人来说会不会太过刺激，而导致原本可以的那个商谈机会都没了。所以通常这个协商谈判是从由软而硬啊。那由软而硬的这个过程中，有可能是公关，有可能是透过一些就是行政的流程去慢慢的去推进，
那最硬的部分才会是律师函嘛。律师函就是直接告诉你说，我有什么权利，我要维护我的利益，或者是相关的衍生的权利。如果你没有遵着我的期望去做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些不利益的效果发生在你的身上，就会限制一些日期，这是最强硬的状态。那有时候你想要通知对方，也不一定全部都要透过律师函，有时候个体或是那个公司发存证信函也可以。这个部分我不确定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说，其实邮局有推广那个线上存证信函系统，线上的那个存证信函系统，它其实可以让你存档，然后你只要线上操作，把附件给附上去之后，你那些付费都可以线上去付费，然后它就会帮你寄实体的存证信函给对方。其实你这样理解也很容易嘛，因为邮局其实就是帮你代寄嘛，那他只要在跟一些他指定的印刷厂合作的话，其实就只是他帮你把你的东西印出来，然后直接帮你寄出去，你这流程连去邮局都不用跑。所以以前那个法务单位 in-house 的法务单位都会说，我要去寄信，我要去那个递状，那寄信这件事情已经，如果公司发现说都有线上存证信函系统的话，其实按你寄信就用线上存函，当然它比较贵啦。可是如果你本来就要寄存证信函，那就没差嘛。好，那一般的信件其实就一般的会计或行政寄就好了。那至于像法院的那些沟通联系，也开始有一些线上起诉、线上申请强制执行的系统在跑。如果各位真的很想知道的话，也是可以再教各位或是分享给各位啦。因为这个部分比较像是处理的细节，一般的那个当事人通常不会想要知道那么细。那只是一些处理案件那个节省成本的方式啊。如果各位想知道的话，再说一下，有想要知道这个主题，那我以后再想办法来去分享给各位，因为那个会有涉及当事人匿名的问题，我再想想看怎么弄比较好。那刚刚讲到那个一个流程，你会开始发动去催告一些事情，做一个意识通知之后，对方可能会不理会嘛。如果会理会的话，你们就是试着去做一些区公所啊，或者是一些法院啊、第三公证机关的那个调解。那先前我在做一些讲座的时候，也有建议各位说，就像那个区公所，它其实是一个免费的调解机关，它根本不用钱，然后它的效力又会经过法院核定。那你说，要是你的条件太复杂，法院不核定怎么办？其实就算法院不核定啊，它的条件本身还是一个合法的和解契约，它只是没有经过法院公认证，所以它不会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它还是一个和解契约啊。因为你们双方意思表示有一度和解嘛，那只是它有没有效，是不是还要另外判决，这就要讨论啦。那如果你需要一个强制执行的效力，最便宜就是一般的那个区公所，甚至还没有要求管辖哦，因为只要双方合意的话，任何一个区公所都可以。就是接受管辖，一般区公所当然是有定义一些基本的管辖，但是它有但书，就是双方都接受在这里给区公所的条委管的话，那就可以过来。那顺便一提，我在万华区公所做条委，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调，因为我已经调很多车祸案件了。那如果各位要来调智慧财产的民事案件，你也没有问题啊。告诉乃论事件也可以啊，告诉乃论事件就是有著作权了。好啊。那个，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来那个万华区公所指定我，不能指定委员啊，但是在排的时候，他们会稍微决定要怎么排，好，或者是抽签呐，好，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刚刚讲那个，如果你还协商还是不成功的话，刚刚有讲到说第三地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是，有时候你讲的一些话的内容，在第三地不确定会不会被录音啊？那你如果被录音，你如果是后面才找律师有时候要去回过头来看你在第三地被录音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到底要怎么样去回应，因为有时候为了和解成功，会讲出一些比较不适当或是一些引人遐想的话，那这个部分可能在诉讼中又会被拿来当证据说，曾经双方有意思合致，但是后来对方又反悔，那到底是不是适合？其实有时候就是有点见仁见智。那我当然是会跟当事人说，如果你们还有合作空间的话，通常是不用进入到诉讼，因为通常到诉讼的话破局了，你们可能将来也没有商业合作空间了，可能就有点杀鸡取卵啦。那你在做这个决策诉讼之前，其实你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准备嘛，比如说你是一个资讯公司，你想要去请求一些承揽报酬，但是对方一直在做一些维护维修，修个不停，那他们就说，合约里面说可以到他们同意验收为准，那到底验收标准是什么？可能有争议嘛？
那你不需要等到快要到验收期限快到了，或是请求报酬的2年期限快到了才找律师，因为那时候律师可以做的弹性空间会比较少。通常都是有1年多的时候，就可以先问律师说，我现在需要做哪些资料去做证据保全，在沟通的过程中，是不是有些话是不是要节制一点，不要讲太多，或是要做一些补救，去把它圆回来。好，那就会有一些用时间去换取那个空间的做法，因为你有一些时间，所以你有在做一些协议的时候还有机会。那如果你在这一段时间发现说，对方也抓得很紧，就是他对于一些承诺有没有验收通过的承诺都不肯讲出来，那可能就表示说对方也有做好相应的准备。那你后面真的要进入诉讼，你也不会觉得说有什么遗憾啊，因为对方可能也是很提防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制裁案件审理法的立法目的的话，它其实就是希望，就是原本的专业法院还有一般的地方法院，他们都能够遵守这个相关的流程。所以制裁案件审理法不一定只适用在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哦，因为一个是法院的组织嘛，所以有一个制裁案件及商业法院的组织法嘛，就告诉你说里面编制怎么样，然后也会有配备，在制裁案件会有配备技术审查官，然后怎样，然后技术审查官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到地方法院去巡回，就是说你有地方法院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要求技审官过来。可是实务上面之前虽然有法令，但是没有人这样做过，没有人这样做过。那制裁案件审理法的话，它其实并不是只限定用在那个法院组织法，它就是概括适用在它所定性的这个事务管辖，只要是它是被认定是制裁案件的话，它都要适用这个审理法。所以地方法院也是有机会用到的。那我们后面的话，这个部分，它有一些相关的呼吁嘛，就是相关权益需求、知识经济、解决实务争议，这些其实套用在哪一个法令的立法目的，好像都说得通啦。所以我们就直接看我们这个目前各位可能会比较关心的这个审理流程的这个部分啦。那这个审理流程的话，我们来看，就是一般会有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后面还有一个行政事件嘛。那行政事件的话，其实就比较简单，因为涉及智慧财产案件的行政事件就是智慧局嘛，因为就专利商标的主管机关。当然，植物品种权它的主管机关是农委会农粮署啦，现在是农业部农粮署啦。那这个部分的话，它那还是经过智慧财产法院没错，就是它如果后面诉愿行政诉讼还是制裁法院没错。只是我刚才想那个表格里面到底有没有提到那个植物品种法那个审议，好像是没有特别去讲，因为案件太少了。那我们来看这个民事案件跟刑事案件的话，各位知道我们现在的法制基本上还是以3级3审嘛。那3级3审里面，第一审到底要给谁做这件事情是有争议的。第一审到底是要给谁做这件事情是有争议的。如果你是在高雄发生的这个制裁侵害案件的话，以高雄的律师跟高雄的在地人来说，因为如果原被告都是高雄，你当然会希望就是在高雄把它处理掉嘛，对不对？所以你在那个，如果你们双方有合议管辖，说，我们就在高雄地方法院把这些案件处理掉的话，你们是可以合议或者是应诉之后，就是会有产生一个拟制的合议管辖，就是被告也不抗辩在这里嘛，那就会有个拟制合议嘛。只要你看到拟制2个字，就是说没有，但是就是视同，就是本来就是没有才会视同嘛。如果你已经民事合议的话，就是合议管辖。那你那个合议管辖有一定要事前书面吗？其实也没有啊，事后书面也可以。什么是事后书面啊？事后书面就是双方现场口头，就是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双方就是口头说我要在哪里审理。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有那个事后书面？其实就是你第一次开庭的那个民事法院，如果那个在审理的过程中，那个双方可能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的那个总公司的那个部门啊，相关部门其实是在台北或是在新北，然后就会说，那我们希望在新北。那因为对方是原告嘛，原告可能也是新北的人，他只是跑来高雄去告而已。那他当然在高雄的法院当然是说好啊，我要在那个新北，那又会变成在高雄法院双方在上面写合议管辖，就是比如上面说我同意移转到新北。
那高雄法院就会下一个裁定，就说那个因为双方合意管辖，所以跑到新北，所以合意管辖当然是一开始在合约里面可以写清楚是最好啦。可是如果当原告要迁就被告，因为被告可能总公司在高雄，可是他的那个相关部门可能在新北，就是还是可以上法院的第一庭，赶快那个大家讲说，我们要一起依专管辖，就可以跑到新北。就是合意管辖其实很松啦，对法院来说，他只要你相信他们会好好审，这样就够了。好，那这边的话，因为在以前那个2012年修正智慧财产案件审理法之前，这个是不是专属管辖在制裁法院有一点点的争议的，因为按照条文来看，好像有一点专属管辖的意味。可是因为制裁案件法院他当时的案件没有那么多，那当时就是实务见解在讨论的时候，是不是就说那个管辖是不是可以变成是比较是特别的，并不是我们严格定义的专属管辖。因为严格定义的专属管辖是像土地法那些纠纷，就是你不是在那个地方判的，你如果真的打到3审，是整个都无效啊，整个一连串都无效。所以专属管辖这个用语是还蛮重的。那当时就是这次修法的时候，就是说好，就说那就预设是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我后面都会讲制裁法院啦，因为我们这次没有特别讨论商业法院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由那个制裁法庭去做审理。好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预设就是制裁法院。那对北部的律师当然是 OK 啊，就是反正我就在板桥车站那里嘛，然后搭高铁，然后上来，他在3楼，就是板桥车站3楼就是制裁法院。那你们说，为什么是在车站，不是在一个形式上的法院呢？为什么法院会住在那个高铁车站里面呢？就是当时是有考虑说要拨一笔经费在林口盖一个完整的制裁法院。那但是在盖之前还是要有一个地方审理嘛，因为因应当时那个美国一些相关的那个制裁条款，还有 WTO， 所以就比较急，就在那个板桥车站的那个3楼，当做那个3楼以上啊，并不是只有一个楼层啊，3、4，反正就有4、5个楼层，那就是有开庭的地方就在3楼、4楼，然后就在那边做审理。那现在就是一路延续到现在，我觉得还是不错啊，因为那里交通还算方便嘛，应该算3铁共构吧，捷运、台铁、高铁3铁共构，所以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应该大家都不想要搬啊，包含里面的法官跟司法人员可能也不太想搬。那边就是后面再看看。那这个管辖部分，如果大家都没有特别条件的话，一般都会到制裁法院。那我们有时候会跟一些中南部的律师也是会有合作，就是他可能客户会上来这制裁法院开庭，然后我们就是会做一些搭配配合，就是不一定都要到。那之前疫情的 COVID-19 的时间，制裁法院当然是有开放那个视讯开庭啊，当然是有开放视讯开庭啊，一定会是开放啊，因为它就是号称最电子化、最视讯化的，所以它一定有开放这个视讯开庭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一般的民事案件，如果你没有特别的想法的话，基本上就是智慧财产法院管辖。那你说如果一开始不小心提告到一般地方法院会怎么样？地方法院的法官会跟你说，这个不是制裁案件吗？你要不要去制裁案件？这样办得比较快，然后也比较顺畅之类的，会劝你这样子。所以，以往在修法前，地方法院就会劝你。那有的时候，他就直接把你送过去，他也不管你要不要啦，他不会问你，要好一点的会问你，然后比较有自己想法会说，他就是专属管辖，你就赶快过去吧。所以现在新的修正法令就是说合意管辖，如果你就是指定要在那里，那他就一定要审了，所以才会增加一个合意管辖，就是你要在高雄审，你就在高雄审吧。当然他可能就会审比较久，也是有可能的。那你说，那他如果在地方法院审完以后，上诉2审要到哪里去呢？基本上就是制裁法院了，就是还是要到那个板桥那边去。好，那最上面的最上级层就是最高法院。那我们最右边的那个表格，我们那个表格的那个同一个栏位里面比较右边有一个制裁加商业诉讼事件的话，它的那个商业法庭是这边之所以会放在这个部分是。这个部分应该是指那个2级2审啦，所以它那个商业法庭的部分，它
它就是直接放在制裁法院了。好，它这边其实有一个白色的写说智慧财产法庭跟商业法庭，就是它虽然形式上叫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但它的专业法庭其实是拆两组啊，拆两组人马，智慧财产法庭跟商业法庭，他们那个法官的那个认证资格也有点不一样，所以如果是一个比较高金额的一些属于商业诉讼的事件涉及制裁的话，就算你把它在这个制裁法庭受理，它最后也会再移转到商业法庭。但是对各位使用者这个学员来看，外观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异啦，就是它内部的那个不同的审理的组别在分组而已。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各位可能看不太出来有什么具体的差异这样子。好，这是民事部分的那个管辖。那有人会问说我学这个是要干嘛？学这个其实还好，因为你管辖方式你告错法院，就是浪费你的时间而已。但是你的这个时效中断的时间是从你提交法院就开始算了，所以它内部转来转去，其实就只是在转公文而已。对各位使用者来讲，就是可能你在宣判你的案件实质审理的时间往后，可是实质审理时间往后，如果你运气好抽到一个不错的法官，还是有可能审得很快啊。就是你案件虽然开始的慢，可是你跑的实质审理跑得比人家快，是有可能的啊。我之前就有一个案件是拖了8、9个月才开庭，因为法官轮替，然后还要再加上一个管辖移转的关系，搞了8、9个月才开庭，就开2个庭就结束了啊。这样实际上只有省3个月，3个月好像比实际上来说还要快。好，因为一般来说都要4到8个月不等，一个审级啊。那个3个月就超快的啊，只是他前面等很久，不知道就是有人退休或是轮调会等比较久。那如果你想要去拉管辖的话，基本上第一个，如果你们有合约关系的话，就是先看合约嘛，就是合约上面会有写嘛，那你就是走合一管辖。那如果你没有合约的话，你是一个侵害智慧财产权的人相对人的话，你就要看侵权行为地嘛，因为侵权行为地，如果你是从高雄制造，然后出货到全台湾都有卖，那你的侵权行为地可能就是全台湾。那对你权利人来说，如果你权利人是在台北，就我来说的话，我可能就会叫那个侵权行为人寄送一份仿品来台北，然后寄来台北，我就去请公证人去取嘛。就是因为你要去做公认证的话，你要么就是寄到公证人的地址，然后不然就是你可能就是要连续录影，再去开箱，然后表示这个东西是从哪里寄过来的。那如果你有办法去做证明你的台北也是侵权行为地的话，你的管辖就可以拉到台北。好，你的管辖就可以拉到台北。又或者是你有多个被告，比如说有3个被告，一个住南投，一个住嘉义，刚好有一个住在新北，那你在拉共同管辖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他告在新北地院。那你说如果一个是住花莲，一个是住台南，可是你就在台北，那你要怎么样拉管辖到台北？理论上不行，那我可不可以用一些小心机，就是对方那个 group 其实有4个人，刚好有一个人住台北，我就把那4个人里面拉3个人来告，把台北那个也告进来，所以台北的那一个当事人也被对照也被告进来，然后加上刚刚讲台南跟花莲3个人就一起被拉管辖到台北。那台北那个人会觉得莫名其妙，那个台北被告会觉得莫名其妙吗？为什么你要告我？好，他说我告你的地方，我告你的部分无理由，就是告了也不会赢，我只是为了拉管辖而已。就是我之前听到比较好笑的是，为了拉管辖，然后故意多告一个人，那多告那个人就是陪绑的，他其实根本在本案诉讼可能就是几乎没什么关系。那你告了以后，台北开始审理了嘛？那审理以后，那个就被问说，你为什么要告他？他就说，因为我想要管辖权拉来台北。好，那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撤回？他说，我缴的裁判费是一样的啊，我并没有多缴，也不会少缴，那顶多就是台北那个部分本案之诉无理由被驳回，但是他就是方便他的交通。好，这是我之前听到比较好笑的。好，那个拉管辖，但是如果这样做，律师这样做可能会被骂。那如果各位当事人就是学员这样做，可能会被念，但是应该也就这样子吧。好，这是民事部分的管辖。好，那个刑事案件的话，它这个复民，它还是把它这次在讨论的时候是把它包在一起啦。
刑事的部分，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特殊情境的侵权行为，特殊情境的侵权行为。我之所以讲特殊情境，这样是不太好，是因为侵权行为的概念本质就是民事法，然后刑事法就是在讲那个犯罪这一个，所以刑事法老师不是很喜欢你动不动就拿那个民事的概念去套用，他们会说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可是为了让大家方便理解，我还是只能说，就是你民事侵权行为的这些管辖规定，其实都可以直接套用到刑事的部分。就是你还是会有一个被告所在地跟一个犯罪的行为地嘛。那你犯罪行为地，你就要去在制裁案件里面，因为都跟商品和服务有关，你就要想办法去拉管辖，把它拉到那个你想要的地方。那以往啊，就是在制裁案件审理法施行之前，他们的状况是。基本上一审啊，刑事的一审啊，就是地方法院管辖，地方法院管辖。好，那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就是制裁法院基本上是审理二审，就是在刑事里面是审理二审，所以一审是地方法院管辖的话，你就有可能会因为被告在哪里而要跑到一个对应的地方，例如金门地院，好，你就可能跑去金门地院。那当然。如果有数个相牵连人管辖的部分，有时候被告也会说，我现在户籍在桃园，我户籍在台中，我还要申请移转管辖回来。好，因为你讲一个侵权犯罪行为地的时候，法院可能会觉得，在金门、在花莲这个犯罪行为地的这个犯行很轻微，是不是还是以那个被告的他那个所在地或者户籍地优先去处理，就是以他们管辖地为比较好。那有时候地检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会申请高检去做一个酌定嘛。他可能会说，最近案件繁忙啊，或是有几个涉及管辖因素，然后请高检署决定说，我这东西应该在哪一个地方去管辖。好，那你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移转管辖到一个比较不可测的地方啊。因为像我之前跟那个同事在抓一些虾皮的那个仿品的时候。因为虾皮的卖家，他讲他的出货地，也不见得就是他的出货地啊。然后再来是虾皮，它有一些账号的认证，其实就只是电话号码跟信用卡，那个银行存折去做认证，它其实并没有真正去做一些更实名制的勾稽，所以就变成说每一个那个被告的那个人头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告卖仿品的人头。告仿品的人，最后出来的是一个人头，但是那人头就可能散布在全台湾各地，有可能在嘉义，有可能在南投，那我们就有可能要跑到南投地检、嘉义地检去做这个刑事案件的处理，好，这是有可能的。那现在这个新法修订之后，原则上还是地方法院，就是地检对地方法院是一组的，它基本上还是在那个地方去做审理嘛。就是地检署如果起诉的话，就是在它相对应的地方法院做管辖。可是如果你现在如果是营业秘密这种情境的话，营业秘密跟涉及国安营业秘密的话，这个已经拆开来了。就是营业秘密跟国安的营业秘密，刚刚有放在这个简报这个右图的左右两侧，左右两侧有特别讲说，只要是跟营业秘密或国安的营业秘密有关的话，它就会分别在一审的制裁法院跟这个第二审是指说它就直接是二审，就是2级2审了。那这边会讲第一审，就是说它是3级2审了，好，3级2审了，好，这个部分，那你还就基本上你就是会在这个地方去做那个起诉。那至于那个地检署的话，它可能就是在各自对应的地检署，还是会有那个由地检署去处理啦，好，因为制裁法院它有高分署，就是制裁。那个什么高等法院检察署制裁分署，对不起，高等法院检察署，好像有绕口，高等检察署制裁分署，因为现在法院2个字都被拿掉了，所以原本是高等法院检察署制裁分署，现在法院2个字被拿掉，就变成高等检察署制裁分署，那就是地位就是相当于是高检署，高检署。才有这个机构会去审理说，地检署的那个制裁案件不起诉的理由是不是恰当？有时候不起诉的理由是这个东西可能没有著作权，像那个之前我们处理那个牛肉干的那个品牌案，它那个包装袋上面的牛
踩在金门上面那个牛就被地检署说，这个图好像不太像是美术著作，因为构造太简单了。然后高检署就说，可是著作权的门槛很低啊，就是它有配色，它有一些描绘，你在外面又没有看到，在人家卖的那个商品之前又没有找到完全一样的图，那它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著作权吧，就被发回来啦。就是它会在一些法规面的部分有可能会帮你把关啦，就是目前我们觉得还不错啦，因为就是如果太快不起诉，最后呢高检署有时候就会发回来，就说，你的见解好像跟实务不太一样，是不是要重新再来？所以就专业法规的部分，就是制裁分署跟那个制裁法院当然是没问题啦。但是在个案在适用函涉到个案的时候，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争议嘛，因为你的函涉内容很像是你在戴一顶适不适合的安全帽嘛，你一定是先量你的头围嘛，然后去找一个合适的安全帽嘛。可是你的头围不见得可以完整的套到对应型号的安全帽嘛，你就会再看是要买大一号还是小一号去微调嘛。那我觉得那个司法判决的那个过程中，就是在把你的那个法条去针对对应的那个头型。好，去对看是不是几号可以，是不是要克制。好，那如果套的越完整的话，它就会是一个比较让人觉得幸福的判决。那如果套的怪怪的，就会觉得说你这个论理过程好像跟现实有点落差。好，现实有点落差是指说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一些同类型的案件为什么在你的个案是这样判，在另外一个情况好像又不是这样判。那这中间的差别是什么？你在这个判决没有交代出来。就像前阵子有一个比较有名的那个法规的那个著作权资料库的那个侵害案，就有提到说那个法规的严格，就是比如说总统令几年几月发布实施，然后删除哪几条，这个部分是有著作权的，法规的严格是有著作权的。那我们听到的时候，当然是觉得有点疑惑，就想说法规的严格是我们一般在注意一个法条有没有经济价值的地方吗？不是法条内容的正确性跟排版还有编号，然后方便提示这件事情吗？因为法规本身已经法律著作权法明文说这是没有著作权的，所以在讨论那个法规资料库的著作保护标的是什么时候，就讨论到法规的严格，就是什么民国17年、民国25年，修法颁定或者删除什么几条。这个是有著作权的。那我那时候也是有点，就是想说，怎么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这个部分真的有人在注意吗？到底我通常都会注意最早的修法版本啦，但是我不会没有，就是看你那个行为法发生那个行为侵权行为是什么时候了。那你侵权行为如果是很早以前的话，当然就要讨论那一年的法令啦，但是就是在查就好啦。比如说民国70、80年的时候有修正过那个著作权的归属，就是说原本是创作人就可以取得，那创作人就取得的话，创作人就取得著作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老板请的员工，然后员工做出来的作品却是员工自己的，员工离职之后我拿来用，雇主会侵害员工的著作权，这样不是有点怪吗？所以就直接修法修掉，要变成说员工的在工作期间因为雇主所要求指定的工作所完成的这个著作，就是归属在这个公司啊、雇主这边，那就是修法修掉了。那这东西我当然去查才会有意义啊。可是我平常我去看民国几年有修订，跟我要查的个案事实是没有关系的。它的经济价值是不是有，我就会觉得有点困惑，好，那当然就是这个个案的那个法官判断。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个刑事管辖权的流程，我们有几步嘛？第一步就是说，先确定一下，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可以在那个群组里面就直接发问，然后我最后会一起看。好，那这个刑事管辖流程，各位可以看到说，第一个是先确定案件的属性，嘛。只要你那个是越涉及国家机密的话，它的审级可能会比较短，因为他要早点把它审完，然后其次是他一开始审就是从第二审开始往上爬。那如果你是一个案件很轻微的，就可能会是一些简易案件啊，或者你有可能认罪或是怎么样，就是很轻微化简易案件的话，
有可能你的1、2审都在地院，只是从独任制或者合议制这种组织的形态去确保你的那个严谨程度，这是一个司法资源的调配嘛。因为一般来说，地方法院的司法人员比较资浅，然后高等法院的人员比较资深，当然有部分会轮调，所以也不一定竟然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可以预期的是，高等法院通常是在检查地方法院有没有出错。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把它当作是一审，把它当做一审，可能就是在处理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那种重大案件。那其实现实上也是啦，就是你越是资深的司法人员或者是律师，你在办理一些流程跟判断的时候，因为有先前的案例支持，所以你在判断定性一个案件的时候会比较快一点，那这也符合一些及时的状态啦。虽然现在案件好像有点堆积如山，就是高院有点爆炸，高院的那个爆炸很像那种人口老化那个很肥胖的那种金字塔。就是底层的案件一直往上堆，然后最高法院发现有一些高院没有审理好案件，会把它往下丢，所以高院就夹在中间，很像是一个那种夹心饼干的那种线一样，就是最高法院跟地方法院都会往上，一个往上挤，一个往下压，所以高等法院的案件就爆多吼。那这个有时候好像也很难那个，就可能司法官那个录取人数可以再调整这样子。虽然也有人在讨论说刑事案件是不是要收费啦，因为民事案件对国家来说是赚钱的，可是如果再加上刑事案件还有地检署的话，有没有赚钱好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刑事跟那个法院跟那个地检署，他们在处理刑事案件是没有基本上是不会另外跟人民收钱的。就算你要传证人，证人的费用也是由那个官方负担啦，就是这一块。那事务管辖就是你要先确定是不是事务管辖，那其次就是你确定事务管辖才能够确定那个你要提告的法院层级，然后其二就是你要去哪一个去做管辖嘛，好，就是犯罪地或是被告的住所，这为原则啦。那当然右边写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有一些什么特殊国籍的船只，好，或者是航空机劫机呀，或是诈骗。然后发生一些地方化，就要看那个航空器的那种情境，但是基本上不太会发生。也不是制裁案件完全没有啦，因为各位知道那个飞机上面会有一些影音的那个作品嘛，比如说你上面放的电影合不合法，然后那个乘客的那个座椅很舒服，它是不是有侵害别人的那个专利权？那如果你有侵害的话，可能就会因为他那个飞机、航空器，还有一些船舶的那个国籍，还有他去哪个地方，会影响到他的管辖。台湾有没有权利去管辖？那如果可以管辖的话，你如果透过一些保全措施的话，是可以去固定证据的，可是你不会发现说，我航空器跟那个船舶都只是临时来这边，要是被保全证据拔下一些东西的话，这样不会影响那个船班或是那个旅客安全吗？就会有讨论空间了，这种案例很少，几乎是没有。我只是刚刚有想到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个指定管辖，就是如果有多个复数的管辖权争议的时候，有时候会透过他们的上级法院或是上级的那个地检署去指定管辖。那个移转管辖的话，就是他们确定自己没有办法，就会移转出去。那基本上律师不太会去针对管辖权做太多的抗告啦。虽然我是有啦，可是因为那个案件是比较偏向是那种就是在水域玩水的那种被裁罚的那个行政法院的那个提告的部分，因为行政诉讼也不是前阵子，就是先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开放地方法院增设行政诉讼庭，让那个大家可以方便就在那边就是应诉这样子。可是后来发现说，方便的都只有机关方便，就是因为你被告大部分都是机关被告嘛，机关告人民不一定是走行政法院，也有可能走一般民事法院。可是你会去针对行政诉讼去起诉，通常都是针对当地的机关，所以你就发现说，地方法院的行政诉讼庭结果就只有方便地方机关开庭，没有方便到原告开庭啊。
因为原告有可能是，比如说跑到宜兰玩，然后被开罚，就是说，你不能下水啊，这个是禁止的海域。好，然后因为他当时有写说，那个裁罚可能是假设是5000块钱，并且不得下水，然后我们就为了那个不得下水那件事情在吵，他到底是地方法院的一般行政诉讼庭就是裁罚多少金额以下的案件呢？还是说他其实是不得下水，是一个那个规例，就是说你就不能再下水了，你就要这个限制的话就不是那个金额，就是你这辈子就不能够再下到那个水域，那这样就会跑去台北行政诉讼法院，好，台北行政诉讼法院就在那个士林福国路那里，那这段管辖当然对我有关嘛，因为我是在台北嘛，所以我没有很想跑去宜兰啊，我就看告以后那个最高行政法院就说，虽然他写不得下水，有可能是法令本来就写的，可是你毕竟还是写了，那你写的话，它就会造成一个规制的效力，你就是要移来台北行政法院，好，所以那就是方便你交通啊，因为你行政法院有时候开庭还是有可能会开到5-6次啊。那你5-6次，每一次都要跑到，对台北律师来说，每次都要跑到宜兰，这样开庭的时间也许1小时，你来回可能就各1小时，这样不是3小时就没了吗？而且你还要考虑交通的前置时间，这其实没有比较方便啊。反正就是管辖其实是跟那个律师比较有关啦，它当然也会跟收费有关，可是对各位使用者来讲，跟收费有关，你就找当地管辖的律师就好了。所以其实还是对于那个要跑去外县市的那个律师比较有那个职业成本会有关系。这个制裁行政案件的话，就是写说行政机关对相关智慧财产权的行政处分嘛。那目前跟制裁有关的行政机关就只有智慧局跟核发品种权的这个农业部的农粮署吧，就大概就是这2个机关而已。那他们都会跟那个经过诉愿不成，就是到制裁法院这边去做起诉。那如果还是不行，就是最高行政法院。这个是诉讼的系统表啦，只是在讲说1个法官还是3个法官还是5个法官，这个部分我觉得各位自己看看就好了，因为其实有时候就算是3个法官或5个法官啊，他基本上都是还是先透过一个所谓的那个受命法官来跟你做实质的审理，然后到最后一庭的时候，才是3个法官跟你一起再开一次会，再讨论一次。其实每一次去开庭就有点像在做 meeting 啊，就是 meeting 一下说，我们现在有这些问题，然后你们可不可以提出一些资料跟主张来说服法官们？那法官会说，那经过你们这些解说之后，我们还是有一些议题在下次开庭要来处理。好，你有没有觉得很像其实就是在公司开会的那种感觉？只是它也是一个延续性的，就是切割一些相关的资料去做说明。所以有人在问说那个相关的这个诉讼流程的话，这个课程一开始有跟各位讲说，你决定要不要进入诉讼，就是最后发完律师函或存证信函之后，就是会有一些前后会有一些搜证的行为嘛。因为如果你发完函之后，他就停止了他的侵权行为。对某些人来讲说，虽然话讲得很狠，就是你要来那个赔偿我100万元，如果你不来赔我的话，那我就要告你这样子。虽然讲得很狠，但是实际上面临的那个要不要付律师费这件事情，还是会有点挣扎。那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对方已经下架了，我的损失没有再扩大了，我有2年的时间可以再决定要不要提告。就是他如果又在乱搞，我觉得再提告也可以。那如果2年内的话，因为诉讼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风险啊，就是不见得100%一定会胜诉，除非那个状况很明显。那就算你会胜诉好了，你花了8万块钱得到了2000块钱，这是你要的吗？就是有理性的人通常还是不会想要花8万块钱，然后花一堆时间之后得到2000块钱嘛。所以要怎么告这件事情，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斟酌。所以有的时候别人问说我收到这个存证信函了，我第一件事该怎么做？我说，如果这不是你那个公司营运的重要命脉的话，你就下架嘛，你就下架就是了嘛。因为你下架之后，至少你的那个赔偿金额就被锁定了，上限就被锁定了嘛。那如果你又继续卖，不卖不行，那就会面临说，
你要不要去做一些产品上面的回避设计啊？比如专利的话，它有些要件是可以回避设计的，或是你要不要考虑去举发对方的专利嘛？因为有的时候对于新创公司来讲，它的产品线并没有那么多，你把它掐死、停止之后可能就没有办法营运了。那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考虑是不是要正面对决去处理，让那个专利无效，或者是去做一些回避设计。回避设计也是一个考量啦。还有一个就是改列，就是改列是指说原本旧版的产品有什么，我们就往回退，就不要用到它的那个专利特征的作品那个产品就好了。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在处理那个瑜伽垫，就是有一些特别的止滑效果，我就说你就不要用这个止滑效果。一般消费者虽然会买瑜伽垫，可是就是那科学的那个系数并不是那么明显的情况之下，真的有人那么在意止滑吗？比较可能是在意价格吧，因为他卖的比人家便宜。那我就说，如果你是因为价格取胜，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有人家这个技术特征了。那我们这个修法这个重点里面有一些扩大专家参与跟强制律师代理，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部分，我快速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查证制度跟专家证人啊，虽然是修法有把它修进去，可是我觉得实际上应用的情境，还不多。其一是原本的那个查证，现在的查证制度就有点像是在勘验。那你勘验的话，依照以往的制度是会有技术审查官，可能搭配法官或是司法事务官到现场去确认说这个技术有没有一些问题，然后了解一下，然后做记录。可是这个部分是不是原告一开始就要这么做？这是其一。但是原告其实有时候会有他查证上的困难，因为那个证据可能是在对方的工厂。那你是不是原告在一开始起诉前就要去申请证据保全，去扣人家的工厂里面产品？这都是可以讨论的。可是会进入查证人制度的话，通常都是在本案，然后选一个中立的第三人，因为毕竟我们那个社会的行业可能百工百业，就是有360行那么多的行业，技审官的编制其实就有10几人，你怎么样10几人去摸透百工百业，会有一些落差嘛？所以找一个公正的第三人去进行查证，是这个制度希望达到的目标。可是目前我好像周围都没有听到有人就是会有法官愿意这样子啊，因为这其实会有一些其他实务上面大家操作不够纯熟的时候一些问题，大家都还在摸索中。好，那专家证人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样啦，就是他可以提供一些专业意见啦，当然他就要经过双方去做一些攻防，然后确定一下说是不是要找哪一位嘛，因为有时候你从专家证人的一些发的论文或者一些倾向，大概会知道他会讲哪些话。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是，然后技审官的报告公开透明是，其实法官在技术案件都会有一个辅佐的技审官会出具一个技术报告给法官参考。可是大家有时候会诟病说这个报告只有法官可以看，太不公平了，因为你判决胜负的时候，你竟然会参考它，可是参考的东西又不给我们看，这样就没有符合法院公开透明的基本原则。那当然，以前是说，如果你要把技术报告的内容原作判决的一部分的话，一定要开示啊，一定要开示啊。现在也是说要开示啊，可是他其实也没有强制开示啊。那所以我以前就有一个案件，从1审、2审打到更1审，你知道技审官就同一个案件做了几份报告吗？做了3份报告。那1审、2审是1审、2审是结论是输啦。可是2审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做一份技术报告之后，法官就请他重做。那重做之后，一度有要赢的感觉，因为受命法官好像就是在算要赔多少钱。通常要赔多少钱，就是原告上诉人有可能会赢的情况下，才需要算赔多少钱嘛。如果你全部都被驳回，你就不用讨论赔多少钱了嘛，因为全部驳回嘛。当然有些特别法官会表示公正，或是像选来乐嘛，算完钱之后还是把你驳回，这也不是没有啦。可是你有时候会从那个氛围可以大概感受得到说，它大概是怎么样。那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那个技术报告同一个审级要做2份？如果你要做2份，是不是第1份做的不够完整，还是第2份跟第1份意见不同？那你为什么不是采后面那一份，不是采前面那一份？那我们不用看一看为什么会要做到3份吗？对不对？就是有时候会有这种问题。那这种查证制度的细节就是它会有一些相关的查证人的切结啊，然后一些相关的
做报告的方式啊，可是这东西还没有很流行啊，还没有很流行啊。那营业秘密的这个诉讼保护的话，营业秘密的部分，我觉得有越来越重要的趋势。其一是我们的护国群山，因为一开始讲护国神山，后来觉得好像都在特别讲哪一个，但是其实营业秘密诉讼不是只有护国神山在用，是群山都在用。那我后来也觉得营业秘密的重要性是它有一些保密的措施，那其二是它还蛮有机会促进和解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营业秘密它本身会有一个卷证的保护跟去识别化，让案件的进度变得很缓慢。但它又会因为一些保全的必要性去扣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之后，你就会让那个被告比较有压力去进行和解。这是我目前在处理营业秘密诉讼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好像比专利诉讼这个门，就是还要，就是它实际上可以运用的空间跟手段比专利诉讼多。各位知道为什么专利诉讼后来有一点没落吗？就是在专利法开始把那个刑事除罪化之后，处理那个专利权的那个层级就被压低到一个就是部分部门主管的层级而已。因为它这种民事诉讼的话，就是算赔多少钱嘛。那因为赔钱的公式其实大家都套得出来，所以你就大概可以抓得出来你的成本是不是可预期。可是营业秘密的话就有点不一定，就是因为它会套到说，这个东西到底是负责人有没有牵涉进来？如果负责人有牵涉进来的话，负责人也有可能会面临比较高的刑责。那大家做商人的都还是怕被关嘛，所以你如果对原告越有利的制度，通常被告就会比较怕。比较怕的话，就比较有机会促成和解啦。主要就是原告把一些条件做一些退让，就比较有机会和解。好的，这个管辖范围的话，就是把那个刚刚讲营业秘密的这个部分，还有国安法，就是把它做一些对应的调整，就变成制裁法院一审管营业秘密，然后违反国安法的部分，就是由二审的制裁法庭。那卷证保护跟去识别化，看那个营业秘密的卷证真的是很痛苦，就是它都会用代号去区分，那你就会看起来有点痛苦。然后之前营业秘密的卷证有点讨厌是，它有时候不允许阅览或是只愿意让你去现场阅览，它没有要让你抄录，没有让你 copy， 所以你的记忆是有多好，可以在那边看就全部都记起来。它可能都是厚厚一大叠，你可能看过也只能回个大概嘛。那当然，如果只能阅览的话，没有办法抄录是不合人性嘛，所以通常被告或是那个可以阅览的人都会去看。那之前有些卷证保护太过头，是他连被告都不能看，就只有被告的律师、辩护人可以看。那有些东西，比如说大家在讨论营业秘密有包含到著作权的时候，那个著作权会有一些是不是曾经在哪里有看过这件事情，我要先跟被告说他在讲什么事情，那我才能够请他提示在哪里有看过。因为如果那个文件是被告做的，然后原告用营业秘密去保护，不让被告看，理由是避免再次侵害营业秘密。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怎么样跟被告确认说，这个你营业秘密撰写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曾经公开，是从别的公开的文件去编辑的？那我给他看这件事情是律师会违反的营业秘密保护令，律师会有刑责。那请问怎么帮他辩护呢？就会有一些这种比较麻烦的点嘛，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营业秘密对于那个权利人的主张其实还不错这样子。那这个营业秘密保护跟利用的话，这就是一直把那个处罚一直提高啦。可是这个提高部分是不是会影响到被告的那个答辩？比如说员工离职，雇主就告离职的员工营业秘密有关的案件，然后就把很多东西都把它遮起来。目前营业秘密的认定是雇主说这是营业秘密，法院跟地检署就会初步认为这是营业秘密，它就会全部都遮起来。你说法院跟地检署没有办法判断它是不是营业秘密吗？他们就会说营业秘密很重要，重要到法院跟地检署没有办法去担当他判断错误的风险，就会说那既然原告说是，那我们就先当作是，
那原告当中是说，你如果300页全部都遮住了，请问你要去答辩什么呢？好，对不对？那你要说这个东西其实有公开，那可是问题是那个文件当时是被告做的，不是被告律师做的，所以被告律师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曾经是公开在某些？因为公开的部分就不是营业秘密啦，各位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好，因为营业秘密的3要件是秘密性、经济价值，还有合理的保密措施。那合理的保密措施，当然原告可能不会完全都没做嘛，所以他是不是合理就可以讨论嘛？那经济性通常它在公司会以文件的方式存在，经济性的要求也没有很难举证啦。那可以举证就是秘密性，秘密就是他曾经是不是有公开过？那有没有公开过这件事情，其实是被告的人会比较清楚，他是不是从哪里拿到的。可是当你文件很多的时候，你又不能够跟被告讨论案件，那你要怎么样去查到说其实是从哪一些国外的文献拿来的资料，就会有这种答辩上的困难。那你就会发现说，对原告一面倒的这个举证便利化，其实是对原告有利的。那它同时有修正专利法、电脑程式著作、营业秘密这些案件举证的证明度降低。可是有时候法规讲它降低，法官要不要适用是法官的职权啊，因为法官觉得不用降低啊，法官觉得不用降低啊。所以如果我有一个电脑程式的专利权，它也可以当著作权的话，我会选择用这个或是营业秘密来告，这2个来告，会比较在现行的制度上面会比较友善。如果你是一个电脑程式专利的话，你用这个专利权去告，就算是之前实务多次讨论说，这个被害人举证的这个证明度要降低，还是没有降低啊？修成法令要不要降低？这也是法官的职权裁量。好，那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影响还好。然后没有正当事由预期未答辩或答辩不具体的话，斟酌以市民内容为真实。这其实先前的那个判决都有讲过了，所以他只是把它修法，再把它修得更明显。这强制律师代理也是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你起诉的金额啊超过165万啊，超过165万了，就可以，对不起，150万，165万是那个排除侵害的部分，165万核定。就是你超过150万，超过1块钱就可以了，150万01元，那你就要强制律师代理。好，你就要强制律师代理。然后那个，因为刚刚讲的专利、电脑程式著作跟营业秘密这个比较涉及专业，也是强制律师代理。好，然后那个第2审的民事诉讼案件，就是1审可以不要用律师代理的情况之下，到了2审还是要律师强制代理。那起诉前的证据保全这个相关的证据。这个我们事务所有在做啦，可是有时候法院核给证据保全的速度有快有慢，快的话可能是3个礼拜，慢的话可能2、3个月还没下来。那这个证据保全的好处是什么？是日后在算损害赔偿额的时候，你大概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依据啦。因为证据保全你可以跑到你那工厂去做查扣，那你去做证据保全的时候，其实也会顺便做一些笔录，笔录就可以顺便把现场的状况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才不会你告了以后，对方有很多的时间把它销毁，或是拿到夜市去卖。好，我之前就有看到，就是发票会被查嘛，电商平台也会被查嘛，拿到夜市去卖要怎么查？就没有办法查嘛，对不对？就是这东西可能就在工厂就要发现。然后上述事件的再审啊，还有第3审，第3审本来就是要强制律师代理。那这些代理的好处是，它有一些可以酌定为诉讼费用的一部分，就是律师费。假设你律师花了15万元当酬金，那可能其中的5万元或者4万元可以酌定为那个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有一些例外的配套，我觉得还好啦。专利师也可以当诉代，但是要找律师一起。好，就是集中看审理跟高效专属，刚刚有讲过审理计划就是法官叫你干嘛，你就要遵着守时间去做啦。更正再抗辩那个部分也是还好，这个专属感想刚才讲过了。审理制度，这个审理制度就是一开始做原告的起诉状跟被告的答辩状之后，要整理那个争点，就是双方在吵什么要整理一下，然后你要怎么证明，有没有需要透过法院去帮你传唤证据。然后我有时候我在做人证的传唤之前，如果他是有性证人的话，我通常会请他用那个切结书的方式去做一个整理，
用切结书的方式去做一个整理，让他那个表示说我愿意来作证，让法官去斟酌要不要传唤他。那现在就是会说，如果你不照这个时间做，会发生一些逾时提出的法律效果，大概是这样。那这个也是给讲义里面有给各位做参考，这是专利的部分，这是刑事二审的部分，那定证实状态的部分是因为会需要对方开庭，所以会有一些诉状的交换。这个部分我觉得各位看一看就可以了。这个纠纷一次性解决。我觉得也还好啦，这个原本就有在做了。好，那这个制裁有效性的这个部分，再审限制也现行制度，因为可以一起去审议，而且大部分都是因为无效而驳回原告的话，这个有效性判断再审限制好像还好。设备医化，如果现在没有疫情，大家其实不太喜欢用视讯因为视讯有时候会有机械设备的问题，那这些设备导致拖停，法官应该是不太愿意，因为他本来就要去法院办公，那他在法院办公还要等你的系统设备畅通，这其实有点浪费他们的时间。那这个部分过渡条款你们再看看这讲义下载和 Q&A， 各位有兴趣再那个做回应。那这边有讲到说，想了解一方有限公司说想了解如何撰写专利可是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是讲比较偏法律的部分撰写专利的话。你可以参考专利审查基准就是智慧局有编排专利审查基准，上面有告诉你一些范例，那你可以先照着去看看，不然就是去专利公报上面看看跟你同业，关键字下对的话，有跟你类似的专利去改写。生成式 AI 音乐商家注意的法律问题就是要看它那个音乐的来源资料库是不是合适，但这好像是偏著作权你要不要？写信再来问具体到底要做什么，因为那是看你那个资料库跟 AI 程式的问题。法院的诉讼程序应该有回答到了，专利的诉讼流程应该也有回答到了，制裁审理流程也有，制裁法院跟一般诉讼也有，了解制裁从举发到诉讼中间的步骤过程，到了审判，制裁法院审查跟法院审查的差异。法院审查基本上是都会被移送到制裁法院，所以这个差异性就不明显。就是一般法院不太喜欢办制裁的民事案件，那刑事案件是不得不啦。被告的诉讼因应策略一般来说都是先下架然后再看怎么样。那如果你产品线只有一个，你就只能正面迎击。正面迎击就是看是举发或是主张它是无效的。修正的制裁案件审理法审理前后有什么差异？现实中没有什么差异，现实中没有什么差异，因为大家都还没有创新的使用某些那个条款。41、43、49比较难提点一下，你要不要再来信问我一下是哪个地方比较难？然后你的理解是什么？因为其实修法理由、修正理由它后面都有写，如果你修正理由哪里看不懂，你可以再写信过来，没有问题。专利判决结果胜败双方都要负担裁判费，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全赢你告了100万，如果你只有被法院认定90万，那个10万块就是你自己高估了嘛，所以诉讼费用可能就是起诉的那个裁判费，你要负担10%，他们是用这种理由去分的啦。当然有时候双方可能会有一些可归责于的情况，那可能法院会就那个10%会去微调，可是也不会调太多。收到第三人发送的专利商标侵权警告函一定要理会吗？你可以下架，在没有确定商标侵权之前，可否忽视？通常如果你是一个经销商的话，你都会先下架，来确保说你不会有故意侵害的行径那如果是他人上架的话，你就看你们条款是怎么讲，是不是要提供一个不侵权的切结书，切结表示我的这个产品是没有受到没有侵害他人权利的。如果有的话，我愿意提供一个担保金，比如说200万放在你这里，让我继续卖，这可以谈好，所以这边有人说，制裁诉讼流程、一般诉讼、商业被告如何应该都算有讲到了吧？那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那我看大家也没有留言，时间也到了，有问题再写信给我喽。好，谢谢各位，谢谢。